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致信，警告若特朗普当选，美国和全球经济将受损。他们认为，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将加剧通货膨胀，而拜登的经济议程则更有利于美国经济。接下来，房屋自由者等值房租 over 扭曲了美国民众对通胀的看法。尽管整体通胀放缓，但主导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 over 仍居高不下，夸大了通胀情况。接下来 Rivian 与大众汽车结成合资企业，大众汽车将投资高达50亿美元，帮助 Rivian 解决资金问题，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的发布提供更多资金。接下来这条，麦当劳推出限时5美元套餐，包括汉堡、鸡块、薯条和饮料，以吸引消费者并应对近期销售疲软。接下来这条，老手警告称 GameStop 的热潮已消退，建议交易者进行限时评估，避免再次蒙受损失。公司基本面疲软，销售额大幅下降，亏损仍在持续。GameStop 仍高度依赖游戏机销售，而这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，前景不容乐观。接下来这条，中石油因出口违规被罚款1450万美元，该公司低报燃料出口价值，以加强合规计划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将于本周五发布的个人消费支出数据将影响日元走势，并可能促使日本政府干预汇市，日元一直面临贬值风险。东京政府已发出口头警告，但尚未采取实际行动。下面这条，亚股周三开盘波动，市场关注美国关键通胀数据，日元接近160美元，交易员警惕日本当局再次干预。美联储官员的鹰派言论抑制了近期美国降息预期，提振了美元。中国股市下跌，恒生指数小幅回落，市场预计今年将降息47个基点，9月降息概率为 66%。 接下来这条，印尼反垄断机构宣布，电子商务公司 Shopee 承认其快递服务违反垄断规定，并同意调整经营方式。下面这条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多年新低，因投资者预期经济刺激措施将进一步推出。收益率低迷是由中国经济增长乏力、货币政策宽松以及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导致贷款需求疲软。接下来这条，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将勾勒出把 AI 注入医疗保健带回日本的计划，他将罕见的公开露面，以推动他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复兴雄心。接下来这条，欧洲央行管委雷恩认为，市场预期央行今年再放松2次货币政策，并在2025年将借贷成本降至 2.25%， 是合理的。他表示，尽管央行必须确保通胀率回归 2%， 但也应避免过度抑制经济活动。下一条，受高利率影响，澳大利亚财务紧张的家庭越来越多地选择出售房产来偿还住房贷款，这一趋势反映了人们为应对利率上升而减少债务的动机。尽管消费者信心低迷，但在澳大利亚房市火爆的情况下，房产出售可能获利丰厚。让我们关注苏黎世保险宣布斥资6亿美元收购美国国际集团 AIG 的全球个人旅行保险及援助业务，以扩大其在美国的业务版图，并提升其在全球的旅行保险领先地位。最后这条是，中国发现官员允许将专项债或中央预算资金投资于劣质或停滞项目，导致如何有效使用财政措施提振经济复苏存疑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